仅从衣服颜色就能看出谁的官大。机甲装备以外鲜为人知的设定详解。作为从独立运动起家转入武装斗争没多久的扎夫特，其军装上的显著特征，那就是没有设置军衔级别上的区分，这就使得扎夫特制服的特点仅在职务级别上有所体现。其辨别职务级别的方式基本上是靠衣服的颜色来进行，所以在扎夫特的军队里，经常会用白衣、红衣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相关人员的级别。不过像扎夫特没有设置军衔这个情况，在历史上其实并不算罕见，像一些追求民族解放的武装势力，也是在建立新的国家以后才设立的军衔制度。而扎夫特这个组织最早可追溯到 CE68 年，当时帕特里特·萨拉以曼德尔布罗特号事件为契机，以 Plant 在内的警察安保组织为基础，建立了新的武装力量。而这个时候的 Plant 还只是用来表示位于 L5 位置的殖民星群，并不具备国家的含义。直到2年以后，也就是 CE70 年，地球联合开始向 Plant 宣战， Plant 才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政体。虽然扎夫特实际承担了 Plant 国防军的职责，与地球联合进行作战，但名义上一直都不是 Plant 的军队，其性质一开始反而与民兵组织比较接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扎夫特不存在建立军衔制度的必要。但在另一面，随着与地球联合的战争愈演愈烈和规模不断扩大，使得扎夫特的组织形式开始向正规国防军队靠拢。这些变化就体现在了扎夫特的制服上，而这些制服实际已经发挥了军装的很多作用，并且依照扎夫特的组织情况形成了体系。首先，扎夫特的日常制服也跟多数正规军一样，将制服分成了士兵和军官2套。除去红衣军帽不同之外，区分士兵军官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军帽，其中士兵佩戴的是船型军帽，对应的制服颜色为绿色和黑色，而绿衣属于最低一级人员，像驾驶各种量产型机动战士的作战人员，还有军事基地和宇宙战舰上的各个岗位操作人员，其级别都属于绿衣。代表人物有米盖尔、迪亚卡和美玲等等，而且还设有女兵的款式。其不一样的地方是女兵装更换成了裙子和短靴。后来扎夫特进入地球作战以后，地面部队的士兵制服与宇宙军相比发生了变化，其差别的地方是帽子改成了鸭舌帽，衣服的袖口可以卷起成短袖，包括衣领和肩膀等几个位置还有一些细微上的差异，连同配备的腰带和靴子的款式也有所不同。根据地球环境和相关作战任务的需要，地面部队额外还配有防弹衣、大衣和钢盔这些装备，来满足在各种气候环境下进行单兵作战。不过这些通常是守备部队或警卫部队的人员使用，而前线还是以穿着驾驶服的人员驾驶机动战士出击作战为主。这个驾驶服也是作战服，服装颜色也是以对应的绿色作为基调，并且还兼具有宇航服的功能。除了可以支持人员进入宇宙环境免受各种宇宙射线的伤害之外，同时还配备了带有提供氧气和保温等功能的生命保障系统，而且可维持的时间较长，足够满足执行一场作战任务的要求。额外的装备还有一个小型推进器背包，一般是用来让机动战士驾驶员遇到紧急情况时方便脱离机体。像米盖尔驾驶的金恩被强袭高达使用战术小刀击破，失去战斗力后，于是在被迫弃机的情况下，就是通过这个小型的推进器背包返回到了自己所属的宇宙战舰上，而且这个推进器背包也适用于地球的重力环境。可见扎夫特的单兵装备十分的先进，使得作战人员在战斗中的生存几率得到了提升。接下来的这个黑衣士兵军装，在设定上是属于班长或小队长级别的人员使用的款式，然而这个款式并没有在剧中出现，有可能这个设定没有被采用进行了移除。如果按照扎夫特的情况来进行推论的话，那就是红衣的作用已经包含了这个职能，黑衣与红衣存在职能重叠，所以去掉了黑衣士兵的设定，而且两者左胸的直级胸章相一致，也印证了这一点。按照红衣的产生方式，就是从扎夫特军事学院毕业的学员当中产生，前后学习加受训的时间一般为半年。优秀的学员在毕业时会授予红衣进入军中服役，而红衣在扎夫特军中的位置是军官之下，士兵之上，相当于一些国家军衔里的准尉，属于后备军官。一般没有意外的话，服役到一定的时期时就会升任黑衣军官，如果战功卓著，会升任至更高一级的白衣军官。比如劳鲁克鲁泽就是凭借月球作战的安迪米翁战役显赫战绩当上了白衣军官。从这里可以看出扎夫特的一个特征，军队建设时间较短，人员的升迁以能力和战功作为主要依据，对履历的要求比较低，自然也就不受历史惯例束缚。
在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提的是，克鲁泽时期的红衣款式与后来的红衣还有所不同。现在的红衣款式经过调整以后，衣服下摆很长，与军官服装趋同，某种意义上会更加强调红衣的后备军官属性。不过红衣升军官并不绝对，倘若发生重大过错还会降级，而典型例子就要数迪亚卡。由于第2次亚金杜维战役期间，不但因为被敌人俘虏，还转投至敌方阵营进行作战，所以在战争结束归队以后，作为惩罚降级成了绿衣。不过2年以后，也就是弥赛亚战役结束，迪亚卡的职级得到了调整，重新升级为黑衣军官。相比同期早已升为白衣的伊扎克，可以看到迪亚卡遭遇到的波折，实实在在对他的升迁履历造成了重大影响。然后红衣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虽然有配备军帽，但相关人员不常佩戴。正如前面提到的，扎夫特全军上下十分推崇个人能力的发挥，一些能力比较强的士兵基本个性都比较张扬，表现在军容军帽上，就是不喜欢佩戴军帽和发型不统一，甚至机动战士的涂装也会按自己喜好进行更改。这些特征在红衣上最为集中，也最为普遍，甚至部分人还会私自修改制服，比如露娜的红衣就改成了适用女兵的款式，然后与自己的个人服装进行搭配，对比与她同为红衣女兵的诗和，就可以看出两人在着装上存在着强烈的反差。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核心原因，就是红衣在扎夫特军中属于是战场上的中坚力量，更是扎夫特军中的排头兵。扎夫特多次战斗下来，往往需要仰仗红衣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突破，从而获得胜利。对比其他军队而言，红衣可以说是兵王一样的存在，加上红衣的人员规模人数十分稀少，使得像伊扎克已经升为白衣军官后还需要活跃在战斗前线，这个情况在扎夫特军中并不罕见。因此扎夫特各个军事主官对红衣在个人作风上面显得就比较纵容，毕竟兵王无论在哪支军队里都是比将军还要稀缺的存在。当然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红衣在纪律性上显得比较差，加上平均年龄都过于年轻，使得红衣容易成为刺头，难以指挥，甚至有时还会出现私自驾驶出击或者潜逃这种情况。而且红衣升职军官后还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容易形成山头。然后关于红衣的战斗服与绿衣一样，也是对应的红色为主要基调。当时间进入 CE73年后，战斗服的款式做了一些小的调整，主要在头盔的造型和衣服的配色上有所变化，而其他相关功能同样像绿衣战斗服一样具备有宇航服的功能，内置有生命保障系统，加上辅助动力背包，就能支持人员在宇宙中出舱进行活动。如果携带枪支和作战背包等武器装备，就能在航天器或者殖民星当中执行单兵作战任务。由于这些都属于是制式装备，所以包括绿衣在内均可以直接装备作战使用。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绿衣还是红衣，作战服都不具备防弹衣的功能，所以还需要穿戴防护背心，这样与敌军士兵发生交火才会稳当。不过由于单兵装备的火力总体过剩，防弹衣的防护作用和保护面积较为有限，所以仍需要依托掩体才能有效保护自己。此外，雷、阿斯兰和海涅三人的战斗服均按照自己喜好更改了配色，包括更早前的克鲁泽也是如此。而后来成立的终端机组织，由于体系承自扎夫特，所穿的制服均与扎夫特一致，包括驾驶大魔骑兵的3名驾驶员，也是只在战斗服配色上进行了更改。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绿衣在扎夫特体系里属于士兵，但职务级别范围比较大，尤其是驾驶机动战士的绿衣，对应到地球联合的军衔，若是老兵，衔级最高可以到上尉，而作为精英的红衣至少要中尉起步。按照一些国家空军的以往历史来看，空军飞行员衔级最高可以到大校或准将。据称，自 CE74年弥赛亚战役结束以后，扎夫特便开始实行军衔制，其中伊扎克职级为扎夫特总部参谋，并授予少校军衔，而大和基拉职级不详，但授予了准将军衔。虽然两人同属于总部直属白衣，但职级和衔级的跨度都很大。之所以造成这样一个现象，是扎夫特之前未实行军衔制所带来的。就好比扎夫特最低的黑衣军官，其职级一般为宇宙战舰的副舰长或基地司令，对应到衔级上至少中校起步，这样无论职级或衔级均比伊扎克的白衣要高，所以扎夫特的军官
依靠衣服颜色来区分人员级别其实是不太准确的，需要明确对方的职级来进行判断。当然，像伊扎克的白衣毕竟还是总部直属，实际地位也未必就不高。这里的典型例子就是扎夫特国防委员会直属的 FAITH， 其名字也叫特务队。该队所有成员不受作战部队的指挥官调遣，仅对国防委员会负责。虽然不能直接命令作战部队的军事主官，但可以优先调遣指挥旗下部队进行配合作战。而 FAITH 的最高领导就是伴随在国防委员长帕特里特·萨拉身边的队长杰成里。虽然身着黑衣军官制服，但职级不能与作战部队的军官直接比较。相比黑衣军官的制服样式，杰成里的制服有所改动，其衣服下摆较短，大概是因为同时作为国防委员长的警卫需要调整衣服方便行动。然后在黑衣之上的这个白衣，在扎夫特军中的职级通常为舰队司令。在对终端机组织据点进行围剿的时候，扎夫特调动的数艘纳斯卡级战舰组成了一支舰队，而这个舰队司令就是由白衣军官来担任。像一些比较重要的战舰舰长也是由白衣军官来担任，比如密涅瓦号的舰长塔利亚，虽然职级没有其他的白衣军官高，但实际地位不会比其他白衣军官低，所以白衣对应军衔一般为上校至少将级别。前面有提到白衣军官还有总部直属的划分，制服除了左胸的职级胸章有所不同之外，衣领和衣袖位置还多了金边的花纹。这其中最早登场的总部直属白衣军官就是劳鲁克鲁泽，直接从白衣军官转为国防委员长直属，其权限级别甚至比 FAITH 要高，不但能够参与国防委员会的会议，还能够接触扎夫特绝密级信息。一度为了扩大升级战争，克鲁泽利用自身权限的便利，将扎夫特的最高机密 MJC 反中子干扰技术和自由高达的技术资料泄露给了地球联合。另外，地面部队的战区级指挥官，比如人称沙漠之虎的安德鲁巴鲁特菲尔德，其位置也属于这一职级。由于负责的战区处于北非，制服的颜色进行了更改来适应当地环境，而其他同级别的地面部队指挥官制服颜色则为原来的军绿色。其他与士兵制服款式的主要差别，军帽跟宇宙军的军官一样，都是大檐帽，不是鸭舌帽，其对应军衔级别最高可以到中将。顺便一提，沙漠之虎的爱人艾莎，其一身蓝色的服装按设定也是扎夫特的制服，由于看上去比较像是个人服装，所以不排除有像露娜那样私自修改了制服的情况。虽然剧中没有明确她的职务级别，但是考虑到在剧中与安德鲁巴尔特菲尔德一同驾驶了拉古，可以推测艾莎应为红衣，这样这件蓝色制服可以算是她作为红衣的正常穿衣行为。最后的紫衣属于扎夫特最高级别国防委员会，其职能相当于其他军队的统帅部加国防部，职务分别为国防委员长和国防委员，其中国防委员长仅设一名，第一任由帕特里特·萨拉担任，属于扎夫特最高职务级别。然后国防委员设有若干名，制服与国防委员长一样，仅在左胸的职级胸章有所区别，其职务一般为扎夫特总部旗下各个部门的主官，比如国防事务局、设计局和宣传部等等，对应军衔级别至少中将以上。同时，国防委员通过选举也会兼任 Plant 评议会的议员。由于评议会兼具政府职能，为了避免国民对评议会产生军政府印象，所以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均不戴军帽和腰带，由此降低自身军人形象的特征。后来帕特里特·萨拉选上 Plant 评议会议长，便在自己的制服上增加了更大的披肩，同时还系上了腰带，就这样与国防委员产生明显区别，来表示自己的议长身份。但是在有了第二次亚金杜维战役的惨痛经历了以后，决定避免国防委员长和议长的权力集中在一人身上，于是做出规定，评议会议长仍为最高统帅，但不得兼任国防委员长。当选议长以后，需要辞去国防委员长一职。然后紫衣同样配套有军大衣，相比作战部队人员的大衣，这件看起来显得要更加大气，更加威严，所以比较符合使用人员的身份和定位。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扎夫特制服演化发展的时间虽然较短，但已经伴随扎夫特的军队建设和战争进程，形成了完整的组织体系。不过，军队毕竟是人类最庞大、最复杂的组织体系，扎夫特组织形式已经向地球联合的正规军队趋同。以5种颜色进行区分的这套军服，已经不符合扎夫特的未来发展需要。所以，前面提到的，在弥赛亚战役结束以后，扎夫特引入军衔制也就成为了必然。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军改措施，也会提到议事日程上，从而进一步加速完善扎夫特的正规化建设。